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0月16号星期三清晨5:37，在大阪城了。今天是周三，是合练的日子，但是你们看我穿的就知道，我今天不参加训练，我给大家拍拍摄。同时呢，今天，我站在一个观看者的角度，然后同时呢，我也是一个跑者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强度课的事情。今天课表321，就是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。然后中间间隔我不记得了，可能是1分半，也可能是2分。我今天连队服都没穿，因为一是想保暖，二是就不跟大家站在一堆待着了，因为还是马上进入赛季了，还是尽量别传染人家。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会传染。要进入赛季感冒生病了，你看现在感冒生病了，如果周末的比赛就没戏了。我今天明显的好转了。今天起来以后，所以我觉得到周末应该能好起来。看看我从 C 组出发能跑成个什么成绩吧？那肯定还是不会全力以赴冲刺的。虽然北马没有中签儿，哈哈哈。这对我来说呢，怎么说呢？喜忧参半。喜的是状态不好，生病了，回去一趟也不会跑太好。但是忧呢，就是其实我很遗憾，不光是在北京的亲友，还有频道好多观众，其实挺期待在北马的赛道上见到各位。昨天有一位频道的观众小伙伴，发私信说赞助商的名额要不要？说要求是必须穿对方的衣服上衣，说我们现在要求对方要尽量做成半袖的。我一听，我说这赞助商心好大呀，到现在还没做呢。然后我一想这种就先不考虑，就是没中就是缘分没到。昨天跟大家早上聊的还有一个想法我没说，就是随着年龄大起来吧，好像越来越相信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。给大家看看大阪城的早晨，星巴克已经亮灯了，但是也是7点开始营业。然后烘焙店还没有亮灯。我们集合的地方好多人都来了，大河原先生又出差了，去印度了。老先生太棒了，身体，哎呦，洪大桑，他上周末的比赛，然后周一回来的上了1天班，然后昨天是周二，他应该是没上1天班，周二就直接就飞印度了，然后又是至少得2周吧，这么远的出差。哎呀，你看这一停跑以后，我是从家跑来的3公里，一停跑汗一落下来就觉得稍微有点凉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强度课，给大家拍拍。正好今天本田先生在，水泽先生在，田中先生不知道在不在。321像在大阪城就是一个来回3公里，然后再跑到那头，再回来500米是2公里，然后最后再回来是1公里。这种课其实心理上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你会觉得说，3完了就剩一个2了，2比3轻松多了，2完了剩一个1了，然后1又轻松多了，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。集合合完影之后就开始热身，但是这种热身还因为受条件有限，还是以静态的拉伸为主。我给大家的建议是，如果您您日常的训练和参赛的话，我个人的建议在运动前还是以动态的热身开始会比较好。
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是跑过来的，或者已经在跑了2-3公里了，所以在做静态的拉伸还好。如果你上来，尤其是晨跑，早晨起来就直接上来做静态拉伸的话，可能有，怎么说，可能会有受伤的风险。不是说在拉伸的时候受伤，是你静态拉伸完之后起跑的时候，一开始有可能有受伤的风险。那动态拉伸怎么办呢？或者动态热身怎么办呢？一开始先跑跑跳跳，或者踢踢腿，这些就让身体动起来就好。远处的朝霞又变红了。现在的日出时间大约是差不多就是现在6点左右，还有10分钟。现在带操的这位先生是一位专业的健身教练。健身工作室在我家很近的地方，就昨天大家看船场那一片。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已经有这么多人了。今天田中先生也参加了。热身结束，大家就要开始了。每次其实还有一个对表的环节，告诉大家怎么开手表。像这种集体训练，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您把中间的间歇时间弄成自由模式，就手动去触发。快的先出发，现在是 Sub 3和 Sub 250的小伙伴们。像这种训练，这个3公里，如果您是目标破3或者破250的选手的话，我觉得平均配速跑到3分45或者3分40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。如果您的目标是像我一样是240的话，可能要跑到3分40或者3分40以内可能会比较好。就这种321，虽然是每组长度不一样，但是基本上都是每组全力以赴，只不过3公里的全力以赴和1公里的全力以赴不一样而已。今天给大家呈现不了数据了，因为我不跟着跑。はい、じゃあ行きますよ。はい、じゃあスタート、どうぞ。刚才看了一下表，瞬时配速大概启动的时候在3分20以内。第二组也出发了，第二组就会稍微慢一点。到第一组、第二组差不多，他们的平均配速3分45。我们又迎来了第3组，
今天平田先生和 Maki 桑可能状态不好。逗。后边还有第5组。到这儿为止正好1公里。大阪城的路线，你看到这个门，这个门大阪马拉松拐进来，所有冲刺的门，从那个喷水池到这儿正好1公里。后边还有一组，后边是轻松跑的小组。领头这位先生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可能是有伤了一段时间。第1组已经回来了。逗。看最后的2位女士也有4分30多的配速。慢跑的组提前折返，这样时间就会比较合适。逗。Nice run， 逗。逗。好，第3组。如果小伙伴们来大阪城玩，天亮之前或者天黑的以后，这个桥上这个灯特别的好看。逗。逗。这位老先生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69岁，好像他说比大黑原先生大整整10岁，可能不到10岁。这位老爷爷80多岁了。逗。真棒！你看迎面跑过来这位先生，就是那次我拍过背影的那位。我先遮住，我先移开镜头，一会儿拍他的背影，不拍到人家脸。有想问我步频问题，或者我总说跳着跑的小伙伴，可以看他，这就是很典型的跳着跑，就是好像蹬出去了，又好像没蹬出去。就是很多跑步的小伙伴会有跳着跑的问题，尤其是想象力比较丰富的小伙伴，有时候会脑补一些画面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我好像这一步跟运动员那一步一样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就是跑步这个事儿呢，成年以后如果没有童子功的话，很难跑出很自然的样子。你看小孩跑步，小朋友跑步都是往前倾，就感觉踉跄要摔倒。
哎，这个是比较自然的样子，因为他力量不足，然后柔韧又有余。成年人就不是这样，成年人的动作总会掺杂一些主观的思维。那这个时候就看你怎么去考虑这个事儿，就是首先放松，先跑起来，就算您跳着跑也不用太担心。然后跑多了以后，慢慢的去调整，慢慢的去改进。这个调整和改进啊，我觉得也不是模仿，就我觉得跑姿这个事情，永远是训练的结果，就是你练成什么样，你的跑姿就是什么样。这个是毋庸置疑的，谁都知道往前快是快，但是呢，有这么几点，我觉得可以调整，就是八字脚，或者是像很明显的跳着跑，这些是可以通过一些主观上的控制去调整的。差不多，这就是我的观点。千万不要模仿跑姿，你学不来的，真的学不来的。你看，跑到我这个程度，我这么跑。然后我跟着田中先生后面，我可能会有那种灵光一闪的开窍的时候。之前有个视频分享过，就去跟着他，故意跟他的节奏，我也不是跟他的跑姿，是跟他的节奏，也就是这样。所以我看有的跑团，我那天听说集体跑的时候还要求说尽量步频都一样，我觉得这个要求可能本末倒置了，应该是找步频差不多的人放在一个集团里跑。否则的话，你怎么可能步频一样呢？真的做不到的，真的做不到的，真心话。肯定是你说一队人在一起跑，如果都在一个频率上，会跑得更好。但是这东西不是说行就行的。你看，像这种训练，第一个3公里跑回去，跑到这儿差不多，还有几百米的时候就很累了，最后几百米就要很顶啊，跑过来了。最快的这一组小伙伴的第2组训练距离是2公里。我看这车飞奔过来，跑到这儿差不多快到1公里的时候就已经很累了，然后最后1公里就是硬顶下来。就像我前2天我说的30公里那种长距离训练，我说你前20公里或者前25公里是为了最后那几公里服务的，其实间歇课也是，就是这种间歇跑，我觉得像前面这个，咱往大的说，前面这个3公里和2公里是为最后1公里服务的。像那个第一个3公里的前2公里或者前2.3公里是为最后那几百米服务的，然后这个2公里的前800米是为最后的1.2公里服务的。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能不能说明白我的意思，就是你最后拼的是最后那一下的顶住，最后那一下的顶住是很关键的。就是如果你最后没顶住，那这次的训练可以说至少在身体上是略微有些失败的，心理上咱们就不讨论，就身体上会略微有些失败。穿白色无袖背心的那位先生，就是上次说6.0 Pro 磨脚那位，也走售后了。看第一组的冲刺，看每个人的表情和状态。Let's go！这时候迎接最后一组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就是想，上来就要甩出去。上来甩出去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怎么说？你看我跑最后一组的时候，基本上上来会把配速跑进3分钟，
就全力以赴先冲几百米，然后你就会迎来一个极限，然后你就跑不动了。然后最后的那段时间呢，就是靠意志、靠队友，然后靠终点的那个标志物去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他们要起跑了。其实按说周末有半马比赛，今天冲一冲速度挺好的。第一组来了。3分39，现在。这组不错，顶住。到，哎，孙然红拿到。后边还有3组小伙伴，但是，到最后这1公里的冲刺，其实是怎么说呢？其实有的时候是拼心理，更多的时候其实也是拼身体。像我到最后这一组的时候，也是会有就力竭的时候。心理是什么？就是你对自己狠不狠，就像我给大家展示我的半马成绩一样。Nice run。就好多时候，对自己狠的幅度也是训练的一部分，就也是训练结果的一部分。你可能练得多了，对自己就更狠了，真心话。Nice run，田中さん。来到。我转2圈转晕了，哈哈哈哈。那最让我看大赛，又一组。那主任，看烘焙店亮灯了，看没？天要是再黑一点的时候，就这时候还不是这么亮的时候，特别有感觉。这个灯就是这个灯，你们看，墙上这个灯。然后你要是2个人来，你坐在这儿，然后找人在这个方向给您拍照，特别好看。这个灯映到脸上，行吧？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堂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的训练课。这种课其实真的是挺顶的，因为你第一个3公里之后，其实你是一个相对有点力竭的状态。还有就是小伙伴们，如果要补给，就是这种课，如果您是晨跑，那您说我不能空腹晨跑，这种课没有劲儿啊，就强度大呀，怎么办？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：如果您能早起来之后呢，可能吃100千卡到150千卡的东西，热量最好是碳水为主，然后就出来热身训练。这时候你热身完跑完第一个3公里，基本上你是一个力竭的状态。这时候你有2个选择，一个选择是吃，一个选择是不吃。我的建议是不吃，因为这时候你吃什么其实不关键了。你可以喝一点有能量的东西，比如能量饮料，就是那种差不多像宝矿力吧，好像100毫升20多千卡那种，你喝个
1/3瓶，差不多200毫升。哎，你最后的这，当然了，60千卡不够你跑后边的3公里，但是其实你就会有劲儿一些。就是这种训练是这样，你不能太舒服，也不能太不舒服。什么训练能太不舒服呢？就是短距离的间歇多组数，比方说像我说我有时候跑的30个1分钟快慢，这种就是到最后就是特别不舒服，这种你就顶就好了。像这种训练就是321也好，或者5个1公里，或者像我们还跑过什么呢？我们还跑过12个400米，但是那个应该就不算了。像一般我自己跑的话，可能是8个到9个，或者是10个1公里，这种呢建议中途补给，因为最后几组你能顶住是很关键的。而这种就是超过1公里，或者就是1公里或者1公里以上一组的这种强度课，有的时候不是单靠意志力就能顶住的，也是要有一些硬件基础。这是我的观点。短距离的，比方400米，或者是那种。尤其是法特莱克，就是变速跑这种，就1分钟快慢这种，或者2分钟快1分钟慢这种，你中途喝水可以，喝能量饮料也可以，就不用特别在意那个补给。这个就是到最后靠意志力可以顶住。就有的训练是训练身体，就像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晨跑，是更多的是训练身体，培养一个连贯性。然后呢，像强度课，像这种强度课训练的更多的是身体。然后到最后一组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帮助。然后像那种，比方10来组400米或者1分钟快慢这种很顶的这种课，到后边大部分训练的是心理。这心理是什么？就是你在赛场上能觉得自己到什么程度。就是你看，你如果完全不训练心理的人会说，哎呀，你跑着跑着是不是膝盖就不行了，脚是不是就不行了，会不会心肌炎呀，会不会猝死啊？这个都是心理不够强大的表现。就是人活一世，没有什么事儿是绝对安全的。我们只是希望让我们通过身体训练把这个不安全的几率变低，通过心理训练让我们的心理能更强大，通过结合心理和身体的训练，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更加敏锐，知道自己现在什么状态，尽量再去降低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就很不错了，好吗？我还是不跟大家站在一起合影了，我去给大家正面拍。OK， 行，又拿了小伙伴的伴手礼。那今天在大阪城和大家告别吧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一些零碎的强度课和训练的心得建议。咱们明天还能再见。